黄衣小飞侠。明明是白天，可我还是看见他在树林里飘着，穿着一件脏黄的外套，头低低的对着我们笑。如果你问我现在最想做什么，我只想冲下山去，哪怕摔断双腿也好，因为我知道，下一个被他带走的人，很可能就是我。2010年9月的那次登山，是我这辈子最后一次参加登山社的活动。我叫黑竹，台大登山社大二。那周末，我和小丽，我的女友，社长志伟，还有学妹小夏一起挑战台中郊山的5里。一开始就有点不对劲，走到1/3，小丽突然说：“你们有听说过黄衣小飞侠吗？”我还记得志伟笑他胆小，可我心里却莫名一紧，因为就在他提到那名字的前一刻，我才刚瞥见远处树林里飘着一抹黄影，山里的空气湿重，虫鸣鸟叫却像被什么压住了，时不时有风吹过枯枝，发出细碎的声响。我们4个人沿着步道走，每一步都像踩在棉花上，越走越不踏实。黄衣小飞侠是什么？小夏问。就是以前有人说，玉山或深山里会出现一个穿黄外套的小孩，他会带走迷路的人，有些人整个人都找不到，只留下一件黄外套。小丽小声说。志伟翻了个白眼，都市传说了，哪有那种东西？我笑着附和，可我的手心却满是汗，因为我确定，刚刚在树林深处有个黄影闪过。我们继续走，地势越来越陡，雾气也渐浓，手机没了讯号，山里只剩我们4个人。有时候，小丽会突然停下脚步，紧张地看着我：“黑竹，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？”我说：“除了心跳声，什么也没有。”但每当我低头喘气时，总觉得身后多了一个影子。走到第2个凉亭时，志伟决定休息，大家坐下喝水吃东西，我却一直盯着不远处的一棵大树。那树下有一件脏黄的外套，像是被人遗弃。谁把外套丢这里？我指着他问。可能是山友忘了吧。志伟无所谓地说。小夏踢了踢外套，突然大叫：“里面有东西！”他捡起外套，抖出一个红色布娃娃。小丽脸色瞬间变了，这跟我小时候掉的娃娃一模一样。空气仿佛凝固，我感觉到一股莫名的寒意。不要乱动别人的东西了。小夏把外套丢回树下，我们默默收拾东西，准备继续上路。可就在我们走出凉亭时，原本放在地上的外套竟然不见了。刚刚那件外套呢？小夏疑惑地四处张望。算了啦，走吧。志伟有点不耐烦。这时，小丽突然拉住我，低声说：“我有查过一些资料。”她掏出手机，虽然没有讯号，但是先截了几张新闻截图。一则是1996年南投某山区发生山难，搜救队只找到一件黄外套和一双小孩鞋，失踪者至今未归。另一则是2004年，有登山客在玉山主峰山脚拍到疑似小孩的黄衣身影，照片模糊，却能看出那孩子背对镜头，脚尖悬空，像是踩不到地。还有一篇地方的怪谈转贴说，只要在山里捡到黄外套，晚上就会梦见一个说一起下山玩的小孩，醒来时人就不见了。真的假的？我全身起鸡皮疙瘩。小丽小声说。我查到一个讨论串，还有一个自称曾经被带走又逃回来的山友留言。他说：“不要回头，不要应声，也不要捡别人的东西。你在山里看到的，不一定是给你看的。”那一瞬间，我们3个同时噤声，四周的虫鸣鸟叫像被什么东西闷住了，整片山林仿佛屏住了呼吸，连风都不动了。不知何时，雾开始涌了上来，才下午3点，却像傍晚一样昏暗。灰白的雾像有意识一样，迅速吞没整座山头，能见度瞬间掉到不到10公尺。我们互看一眼，开始讨论要不要原路下山，可手机全没讯号，导航也直接失效，就像整座山把我们隔绝了出去。这条不是我们刚刚走过的吗？小丽声音发颤。我看着脚下的路，明明是同一条步道，却怎么走都回不去。
志伟顽固地说：“一定是我们绕远了，再往前一点试试看。”走了半个小时，四周越来越阴冷，我开始听见奇怪的声音，像是小孩子在耳边小声说：“一起走吧。”我猛然回头，只见黑色影子在雾里晃动，脸模糊的看不清楚。我们4个人越走越快，却怎么都走不出这片林子。小丽突然哭了：“我们是不是误闯什么禁忌了？”我想起之前在网络上看过的怪谈，如果在山里捡到别人的东西，千万不能带走，否则就会被牵走。小夏开始变得不对劲，她原本活泼爱开玩笑，现在却安静下来，低着头一直摸着自己的袖口。我的外套，我明明没穿黄外套，可是我一直觉得有东西在我身上爬。她喃喃，我们安慰她，她却越说越激动。你们有没有闻到？很臭，好像腐败的味道。那个小孩一直在我耳边笑，他说要带我回家。志伟也开始焦躁，他原本很坚定，现在却一直碎念：我们走错路了，都是我的错，我不该带你们来。他的手开始发抖，看着地图却越看越迷糊，甚至一度把地图撕烂。小丽则是陷入一种自责跟恐惧交织的情绪。那个娃娃真的很像我小时候的，是不是我小时候就被牵过一次？是不是我根本没离开过那座山？我试图让他们冷静下来，但连我自己都开始怀疑，是不是我们早就进入了某种诅咒，某种不能回头的圈套。浓雾不退，我们决定在一块空地扎营，期望天亮能找到出路。夜里，山里的声音变得诡异起来，风吹动帐篷，夹杂着细碎的声音。半夜时，我被小夏的尖叫声惊醒，他在外面，那个黄衣服的小孩，他在叫我出去玩。我透过帐篷缝隙，看见一个模糊小孩的影子，穿着黄外套，脸上带着诡异的笑容，手里提着那个红色布娃娃。小夏，你冷静，不要出去。我死命拉着他，但小夏的眼神早已空洞无神，他像是被什么东西牵着走，一步步踏进浓雾。小丽吓得大哭，志伟则呆站原地，嘴里一直重复：不是我的错，不是我的错。天亮后，小夏消失了，地上只留下一件黄外套和红色布娃娃。我们3个人陷入崩溃。志伟坚持要往下走，我拉着小丽，心里只想赶快逃离这山，可无论怎么走，总是绕回同一条路。小丽开始低声哭泣，喃喃自语：他来了，他来了。他的话越说越小声，最后完全不理我们，像失去灵魂一样，直直往树林里走去。黑竹，你听见了吗？他叫我回家。我大喊着追上去，但他的身影很快消失在浓雾中，只剩下他的回音在林间缭绕。只剩我和志伟。志伟脸色苍白，咬牙说：我们一定能出去。但没多久，他也开始出现幻觉，不停喃喃：我该回家了。他最后消失在一条小径里，连背影都没留下。我不知道自己还能撑多久，现在只剩我一个人。每当天色变暗，雾气又开始弥漫时，我就会听见小孩的笑声，还有那件黄外套在风里飘动。我想离开，但无论怎么走，总是回到同一个地方，那棵树下，黄外套静静地等着我。我快受不了了。刚刚我又听见那声音在我耳边轻声说：终于轮到你了，如果你看到这篇日记，不要来找我，也不要捡起山里的黄外套，因为我终于明白，黄衣小飞侠从来不是带走迷路的人，而是等着迷路的人主动穿上他的外套，然后变成下一个传说里的影子。山里的雾又起来了，我好像看到你也穿着那件外套，你现在是不是正看着我？